今天这期内容可厉害了，是与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建议你一定要看完哦。近日，权威杂志《柳叶刀子刊》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发表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摄取园艺能改善非传染性疾病或慢性疾病，并且在预防癌症、慢性疾病和精神健康障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效果可与体育锻炼媲美。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保持日常活动，做家务，养花草，可使心脑血管疾病危险降低近30%，进而延年益寿。那么，为什么园艺能改善这些疾病？养哪些花卉才会有这个功效呢？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揭秘一下心脑血管疾病与养花之间的联系。1. 园艺与健康的关系。论文的实验者人数几百人，历时2年半时间，追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参与种菜、养花的人群之所以能远离这些疾病，是因为纤维的摄入量对人体的代谢能力以及健康的肠道菌群有很大影响，它会降低糖尿病的易感性，而种菜、养花人群的纤维摄入量高于正常人群的7%，所以爱养花的人自然就不易得这类疾病。除此之外，园艺爱好者的身体活动水平更高，而参与研究时压力和焦虑程度越高的受试者，心理健康问题改善的水平越明显，因此癌症或不同类型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就降低了。可见做园艺有收获，而且还补充了营养，锻炼了身体，减少了焦虑，身体自然就更健康了。既然养花的效果这么好，那么是不是随便养几盆花就可以了呢？答案当然不是，在花卉的选择上也是有一些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2. 对健康有益的花。1. 栀子花。栀子花因其清新的花香和洁白的花瓣而深受喜爱。不仅如此，栀子花对二氧化硫具有抗性，能有效净化空气，使家中的环境更加清新舒适。此外，栀子花还有一个其他大多数花卉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它可以食用。例如，凉拌栀子花、栀子花煎蛋、栀子花炒小竹笋以及栀子花茶等都是美味的选择。更令人惊喜的是，栀子花还具有清肺泻火、清热凉血的药用功效，所以适合家里养一盆。新买回来的栀子花要注意缓苗，不用急着换盆哦。突然变化环境，栀子花是会出现一些黄叶、掉花苞的情况的，如果不是很严重，就不用太担心。缓苗过程要怎么养护呢？一是要把栀子花放在通风、散光的地方养护，不能晒大太阳，叶片是很容易被晒蔫的。2呢，就是每次浇水的时候要浇透，新买的栀子一般叶片比较密集，花苞也比较多，需水量还是比较大的，像用黄泥土栽种栀子花，浇水建议进盆，保证栀子花不缺水。3呢，就是尽量别往花苞上喷水，水分聚集，花苞底部容易发黑，是容易掉落的。缓苗期间只浇清水，静等花开就可以了。最后，栀子花要合理修剪，栀子花最佳修剪时机是在花后，强修剪，保留粗枝壮枝，适当根据冠幅短节、细弱枝条修剪掉。夏秋2季尽量不修剪，因为栀子花当年长出的新枝老化，顶部封死不长后才能开花。如果频繁修剪，一直长新枝，就会导致第2年不开花。2. 蟹爪兰。蟹爪兰又名锦上添花，寓意喜庆，非常好养，还容易嫁接，适合中老年人在家养护。蟹爪兰的养护比较简单，可以说是一种懒人花卉，作为一种肉质花卉，本身的叶片肥厚，可以自己储存不少的水分，对水分的需求不是很大，所以花友们不需要经常浇水。如果浇水过多，植株还非常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并且蟹爪兰是一种短日照的花卉，所以在生长期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多晒晒太阳，有充足的光照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更多的养分，植株开花就会更多更鲜艳。如果蟹爪兰在分化花芽的时候摆放在室内养护，长期处于一个通风不好并且比较湿润的环境下养护，蟹爪兰长出的花苞就会掉落，影响生长。所以在分化花芽的时候，我们保持盆土微微湿润，千万不要频繁浇水，否则就会导致花苞掉落，而且叶片还会发软黄叶。3. 三角梅。三角梅开花时间久，
开花后争奇斗艳，放在家里特别喜庆。养三角梅要先对它的生长习性有所了解，这是一种典型的阳性花卉，是十分喜欢阳光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平时一直把三角梅盆栽放在阴暗的角落里，即使大水大肥的去伺候，植株也不能正常的去分化花芽，往往都是枝叶长得非常繁茂，不见有开花迹象。三角梅对阳光依赖性很强，不仅生长所需的养分要通过光合作用转化，到了分化花芽阶段，更需要有充分的光照来促进花芽分化。如果长期见不到阳光，花芽不能形成，自然也就开不了花。养护三角梅这类喜阳光的花卉，平时可以长久把它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只要适应了长期有光照的环境，夏天即使不去遮阴，也不会被晒伤。要是长期放在阴凉处的三角梅，反倒不能直接拿出去暴晒，因为突然接受强光直晒，也容易把叶子晒伤。可以先把它放在散射光的环境，逐渐让它适应全日照。很多花友都知道，三角梅还能通过适当的控水来达到促花的目的，但如果植株长势比较瘦弱，状态不是很好的话，不建议大家去给它控水，不然恐怕没有促进开花，反而造成整株枯萎。4. 长寿花。长寿花好养又好看，耐干旱，花期长，而且花名吉祥，有福寿康宁、大吉大利、长命百岁之意，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养。长寿花是一种多肉植物，但与大多数多肉不同，它以美丽的花朵而闻名。长寿花有许多优点，首先，它的花期特别长，尤其在冬天，当大多数植物都进入休眠期时，长寿花依然能够开出满盆的花，这在室内观赏植物中非常难得。此外，长寿花的花朵繁茂华丽，颜色丰富，近年来通过杂交培育出的品种越来越多，色彩更加斑斓多样。更令人惊喜的是，长寿花在夜间也能释放氧气，这种特性有助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使睡眠更加香甜。在养护方面，长寿花作为一种多肉植物，其根系主要是毛细根，因此浇水时需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可以避免因过度浇水导致根部腐烂。想要让长寿花枝繁叶茂、花开不断，花后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修剪，这不仅能促进新枝生长，还能使植株更加健康。5. 茉莉花。茉莉花香袭人，是很多花友喜欢的花卉。茉莉花叶可药用，有治疗目赤肿痛、止咳化痰、清热解毒等功效，也可以用来泡香茶。茉莉性喜温暖湿润、通风良好、半阴的环境，不耐旱，忌积水。生长季可以多施有机肥和磷钾肥，例如丙粉、骨粉等等。平时注意及时修剪，可以长势更佳。6. 仙人掌。仙人掌喜强烈光照，耐炎热、干旱、急薄，生命力顽强，冬夏常绿，十分好养。而且仙人掌药用价值极高，内服可治痢疾、肠炎，外敷可治炸腮、烫伤，养一盆绝对划算。7. 金银花。金银花黄白相映，香味扑鼻，晒干后装入枕头或冲茶泡水，有消热解毒、降压清脑、平肝明目、防治感冒的作用。患有慢性咽喉炎的老人可以种些金银花。金银花好养活，春秋都能扦插。折几段枝条，去掉最底下的叶子，晾干伤口后扦插到盆土里，盆土保持湿润，放在阴凉通风较为温暖的位置，很快就生根了。8. 太阳花。太阳花可能是最容易养活的花了，平时不用管，有太阳就爱开花，非常漂亮，也非常省心。盛开的太阳花活像一大群淘气的笑脸，绚烂多姿，会逗得人心花怒放。它喜欢温暖阳光通风的环境，耐干燥，不耐阴，不畏炎热，适应性强，能自播繁殖，生命力顽强，不畏风吹雨打，给人以无限的勃勃生机。9. 凤仙花。凤仙花也叫指甲花、急性子，和不死花一样，很容易养活和开花。凤仙花耐热，喜阳光，怕湿，不耐寒，不挑风土，能自播自种，生命力极强。另外，凤仙花还是著名中药，能燃指甲、驱蛇、治疗狐臭、做调料等等。家有儿孙的老人在家养凤仙花，很受孩子们的喜欢。10. 绣球花。绣球花又称八仙花、粉团花、
紫阳花，开花大而美丽，花色可根据土壤酸碱度调节，象征美满团聚，是常见的庭院花木。绣球花为短日照植物，生长室温为18至28摄氏度，雨季要注意排水，夏季栽培要避开烈日照射，以60%至70%遮阴最为理想。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多多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